从明年的卦象里面又能看出什么样的方向和趋势呢？大动荡的一年。现在的日本首相大放厥词。在金融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解读呢？黄金一怎么涨，对不对？比特币一涨到10万以上，未来会不会好了？因为火多嘛，土燥嘛，干旱啦，火灾啦，火旺的话对我们生孩子有利的。就未来拯救这个乱世的一定是中国人。元丰利贞，起盘的真的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源观觉的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源。道源老师啊，我们上一期节目做过这个关于赤马红羊的整体运势了，那其实我们的观众们呢都很感兴趣。今天呢，想请老师给大家讲讲我们比较少接触到的一个叫流年卦的东西。从明年的卦象里面又能看出什么样的方向和趋势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流年卦。那么流年卦呢，最早是从黄极经世书里面出来的。那黄极是什么意思？黄极的意思就是说帝王治国啊，帝王治理国家的最高的准则。那么经世就是指通过易经的原理来治理这个世界。那这本书就是北宋易学家邵雍的成名之作。那么其实我们在黄极经世书里面是有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的，就可以计算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周期，包括国运啊、中华民族的年运啊，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就是流年卦。那老师，我们明年的流年卦是什么呢？那么明年的话，在黄极经世书里面说的流年卦就是天火同人卦。那么同人卦的卦象呢，就是上为乾啊，下为离，就是天在上面啊，乾为天嘛，是离为火嘛，离在下面，象征着什么？天火相应，人心相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广阔的天地之中去相聚。所以2026年呢，我们就预示着合作还有人际关系变得至关的重要。既然是合作，那是表示我们是更加容易促成合作呢，还是说会在合作之间有矛盾、有冲突呢？同人卦的显著特征就是协作，实现自己的共同目标，所以它就是化解赤马红羊的一种方法。明年是丙午年嘛，对，午是丙火的阳刃，又是这个丙火的根，所以明年的这个火就会特别旺，特别旺就是什么？就会个人英雄主义，情绪控制不了，没有合作人精神。所以说要把个人的利益变成一个组织的利益，对，所以组织协同是同人卦的一个很大的这种特征。那刚刚讲的是从我们个人方面出发嘛，那如果是从我们全球的一个层面来说，这个卦象会落在哪些领域呢？例如说会不会在什么金融啦、科技啦、军事啦、气候之类的，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暗示？那因为天火同人嘛，对，天上有火嘛，是吧？天火又交映嘛，是不是？是属于火的时代。那么火的时代，它当然代表就科技了。天乾卦，它代表着远大的这种目标嘛。所以就暗示着就是技术突破需要全球合力嘛。所以在2026年呢，比如说 AI、量子计算、尖端领域，你会发现它会迎来一个合作协同的浪潮。大的像英伟达啦，然后呢会跟国内的像我们大的 AI、大的机器人公司、大的芯片公司会通力的合作了。就是大家全球一起共同去推进人类的这个科技文化的进步。那如果我们在金融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解读呢？现在的金融市场，大家都看美国，对不对？对。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的黄金涨一怎么涨，对不对？然后现在黄金也开始会调。前段时间的数字货币一直涨，是吧？比特币也涨到10万以上，是。然后前段时间又跌到了10万美金以下，对不对？然后以太坊也在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动荡。但是说未来会不会好了？未来一定还是会好的。那么一个前提就是要符合这个同人卦，就大家在金融领域里面不可以说以一己之私。金融市场的动荡属于某一些寡头啊，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对，那么造成的就是全球的这种资本市场的动荡。但如果是想要解决这种波动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同心协力，大家一起来搞好这个金融市场，而不是说哪一个国家然后控制某一个什么产品，对吧？然后的话就可以去操纵这个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了。其实这样子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那刚刚我们讲完了金融方面啦，那我们从军事和气候方面再来看一下这个流年卦对我们的提示呢？我原来就讲过，就是我预言过，就丙午年和丁未年这2年是什么大动荡的一年。军事上面的话，你看全球的军事上面是不是频繁的在一些动作？对对对。那首先现在的日本首相对吧？然后大放厥词，对。然后的话居然支持我们的汪汪对吗？对。引发了这个我们国内的民众的不满。同时，外交部发布不允许说去日本啊。我原来在推背图里面讲过，汪汪可能在2028年就回归。那么今年已经是2025年了，那明年是2026、2027年，那又是赤马红羊年，所以它就代表着冲突啊，武装冲突。如果处理好的话，其实还是能有一些生机的，但是如果没处理好的话，就会导致生灵。一定是生灵涂炭的。我跟大家讲，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才懂得和气生财，才懂得同人卦的意义，才懂得易经的智慧。是对西方的世界里面，任何一个国家，它都不会有这样子的这种第一公身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他们认为就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一元化的，我强大起来就必须把你干掉。但是中国人呢它是2元世界的，它是有阴阳思维的，它可以生出万物的。就是我好，我并不一定你不好，对吧？我可以发光，但是我不需要灭掉你的灯，对吧？大家可以天火同人。而西方的世界没有这种思想，所以一定会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会持续的升级，各种地缘政治的这种摩擦啊，军事的这种摩擦，甚至实际性的这种战争的，都是很大的这种可能性的。是。那我们聊完了我们的军事方面，再去深入的去聊聊我们的气候方面。因为火多嘛，土燥嘛，那么土燥的话就会什么？某些地区会出现干旱啦，还有就是这个火灾啦。因为天火同人嘛，地上收的火，然后的话跟天上相交应了，对，那就是代表什么？高了，那就代表这个明年很大程度上面就有大型的这种火灾了。所以其实我们明年就是可以注意的方向就是火灾啦、干旱啦，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脾气方面，因为其实天气热了，人也会燥。如果用在个人的身上，就是说可能健康了、心脏病了，眼睛疾病了。然后出生率下降了，因为丙午因为午是吉，对个人的这种主义很强，离婚率会非常的高，大家都不愿意听谁的，然后也不妥协，所以生孩子也会很少。然后又是火旺，火旺的话对我们生孩子也不利的。其实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去了解到明年要怎么样去防范个人的健康问题，还有运势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然后让道元老师帮大家量身打造一个属于你的明年的一个好的运程。那老师，刚刚我们讲了黄极金世书嘛，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古籍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年份有预言的呢？就是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预言书，我们知道有推背图啦，对，我们有乾坤万年歌啦，我们也知道有寿饼歌啦，是，那这些都是预言的。黄极金世书的预言就比较的准确，就是说它对于每一年它都有一个流年卦，对，而推背图它是一个大势。它的一个卦象里面可能几十年，不够细致。它预言的就是一个大的这种方向。你可以说，这个像我们八字里面的大运10年一样啊，这个10年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流年的话，其实还是看黄极金世书。比如像寿饼歌，它也会预言。它预言是什么？就是预言接下来几百年以后，是吧？会有圣人出。就在寿饼歌里的预言说，圣人现在已经降临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大复兴，就未来拯救这个乱世的一定是中国人。一定是中国的文化，对，海外的一些朋友，就是他都对中国的文化特别感兴趣，是，所以你看有一款像 AI 算命都可能在泰国很红，对，所以就预示了什么？就中国的文化是越来越被多民族、多个国家、多个纬度的这样子的人会去什么？去接纳，对，这就是在寿饼课里面讲的，就是500年以后，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会大兴。那如果我们想要2026年顺势而为的，比较需要记住哪3个关键词呢？3个关键词，第一是合作了，是，你要把贵人运加强了，对，第二个就是要速度了，要抓时机了，因为火中取地啊，我们听到一个成语是吧？一下子就爆发了，是吧？转瞬即逝，因为火用来比较光的嘛，对吧？对。那另外一个就是选择了，选对方向是比较重要的了。因为如果一旦方向没有选对，哪怕你速度再快，你也是一个错误的。对的。那当然啦，如果想要更加具体的知道一些问题怎么解决的话，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然后请我们戴老师帮大家量身打造一个明年的一个好的运程。对的，其实我们讲的同人卦是大趋势，
对，它是整体的，大家都应该这样去做。那么每一个人其实他还不一样的，你个人的命理如果你不了解啊，你就没办法去抓到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机会啊，你也没办法知道跟谁去合作啊，你也没办法去做选择，对吧？所以你还是需要老师来把你的整个命盘进行分析，不管是用八字也好啦，或者用奇门遁甲问世也好了。像大家对于先生的这个奇门遁甲很感兴趣，是吧？所以大家也可以用奇门遁甲来问世啊。反正只要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用奇门遁甲来解释。所以奇门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预测的。是的，如果你对年运系列有哪些感兴趣的，也欢迎跟我们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出更加多的精品的一些内容。当然啦，如果是对我们段阳老师的课程感兴趣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一起加入我们的群聊，跟我们一起探讨我们的玄学。那这一期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啦。好的，这期在这里，拜拜，下期再见。